新加坡国宝级导演梁志强做客伊娃秀，他是演员，由他饰演的反串角色梁婆婆、梁细妹，曾为观众创造了10余年的欢乐。他是编剧，每一部戏全情投入，揣摩每一个角色，写出一部又一部经典剧本。他更是一名成功的新加坡华语电影导演，26年导演生涯，创作20余部电影。拍摄的背后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对于自己的导演生涯，他又有怎样的总结？伊娃秀导演梁志强，精彩即将开始。2014年5月22号，伊娃秀有幸邀请到新加坡国宝级导演梁志强先生接受伊娃专访。节目录制前，梁先生兴致勃勃地参观了伊娃 Productions 美香工作室旗下的丽的呼声摄影棚。丽的呼声的那一排老箱子，唤醒了他的种种青春记忆。梁先生对于自己26年导演生涯的回顾也由此开始。全球的观众朋友，你好，我是美香，也是伊娃，欢迎您收看伊娃秀。今天在我们的摄影棚当中呢，所有工作人员一直处在这个兴奋状态，你可能不会相信，真的，他们7早8早就来 set 灯光啊什么，因为希望在大导演面前能够争取有一个被认可的机会啊。然后呢，我也很开心可以访问到这个新加坡国宝级的人物啊。我知道你才刚从香港回来，对吗？对。忙些什么？就是为我的《狮城决战》第2集，终极一战的这个最后的后期。我觉得你这个导演道路哈，大概也是拍了，如果是你导演的，大概20部，对不对？对。大概是从1998年开始。对。啊，对。你知道吗？我的印象最深刻而且最感动的，就是那一天这个《新兵正传》，你带着一个演员，我坐在观众席上，准备要看你的电影，满满的观众坐在那里，然后呢，你就从这个戏院跑到那一间戏院，因为当时连放嘛，对不对？对。那个时候算是你人生的一个过程，因为导演自己的人生跟电影是不可分的。是。你站在那个台下的时候，我很有感触。OK。我觉得。大导演就是大导演，我们终于没有失去你，那你当时在台下的感觉是什么？你当时那种感觉？是啦，风风雨雨的啊，那很多阅历啊，然后在那一刻当然很多感激，也很多感恩，除了家人之外，很高兴就是观众没有离开，我想这个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因为我一直以来其实跟我工作过的朋友都知道，就是说，其实有些时候我工作起来我是很疯狂的，是，所以得罪人，这个是最容易得罪人，因为有些在艺术的理念上啊，你要这个，年轻人来，其他的人来了，不同的背景的人，你也不可以说他们没有经验，他们也是有经验，是，但就是说理念上有些不一样啊，会相撞，那么。我在想说，可能自己修养不够啊，有时候你的言辞就伤了人，你不知道的。在这个圈子里面，的确是得罪很多很多的人。可是那也是为了艺术嘛，不是为了你自己的梁志强嘛。很多人不会这样想你人家觉得你根本不给我机会，你霸道，你就是不给人家机会这样的。但事实上，你看，其实我一直都在给人家机会。
对呀，我一直都在你给新加想办法。坡这个电影市场机会，给很多的演员机会，给很多新人机会。像当时的《新兵正传》，说老实话，那些演员除了一些我们比较熟悉的之外，其他全部是新人嘛，是，那不是大把的机会吗？是，其实这个决定也是蛮痛苦的跟大胆的，是因为跟投资家说我们找全部新人，大家就开始流冷汗了，说啊，你冒这个这么大的险呢？因为电影的圈子里面啊，就艺术圈里面啊，永远都是，你最好找最出名的给我，人气最高的，票房保证，票房保证的。可是梁导你自己就是票房保证啊，他们其实不是那么重要的。还是很多人没有这样想的啦，所以你还是要，当然我也不敢说我一定的，因为其实拍电影本身它就是有很多风险的啊。是。那当然我们的一个做法就是说，你不找新人的话，你找旧演员，第一呢，没有这么多年轻的旧演员，OK，就算你真的有很好的新演员，年轻的，他们也没有时间给你。因为我这个戏要拍蛮长的时间，是。然后新加坡最出名的演员，说真的，都是属于电视台的演员。这些人他们忙着电视，而电视他们也摆明得很清楚，我的演员是以电视为主的，所以你根本没有机会说，哎，来，我们求你什么，很没有办法。包括你找了他们之后，他也不能够配合你的宣传，所以你会非常辛苦。所以这个也就是说，有时逼你到一个境界，你就没有办法了，你必须要想其他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讲到这个，我就觉得哈，基本上我相信，作为一个新加坡领导级龙头老大的导演，我希望你不要否认，因为实际上他确实如此。因为你拍出来的片，说实在就是一个票房保证，屡创纪录。哈，都一代宗师也没打过你嘛，对吗？得了那么多奖还是打不过你啊！在新加坡，一般的民众对你是非常非常肯定的。可是我相信，无论找演员，因为你要知道，在一个小荧幕里面做演员，跟在一个大荧幕做演员，他的表演方式形式，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有差别的，我相信是有很大差别。你在找演员、找投资，而且新加坡市场又这么小，到底要投资到多少钱才能够把这个钱又转回来？我觉得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你一定有你的秘诀，可是，在看秘诀以前，我先看你的秘籍好不好？我们来看第一段的东西。我坐在戏院里面，我当时有被你吓到哎。OK， 真的，因为我想说，我感觉到你好像，是不是准备改变什么风格？在看到前几分钟的时候，然后我旁边就有人也说了一句说，哇，新加坡有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吗？因为你知道他们投入你的电影是好，然后慢慢，大家又恢复到原来看你电影的那种感觉，因为出现了很多梁氏风格的熟悉画面。对，你可以针对这个说说看嘛，当时的怎么样的想法？《新兵正传》肯定是我电影生涯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里程碑了啊，还是要感激国防部本身也愿意一起来玩啊。那么当然也是因为配合这 NS45， 就是国民服役45周年，所以他们本身。其实他们接触我的时候，他说我们想拍一点，他只是想说把一些旧的一些 footages， 他们在因为 Pioneer TV 呢有拍了很多部队训练的，他说能不能够把它剪辑起来，变成一个电影，然后在电影院里面放，给大家看看 NS45。是。那我们搞创意的人呢，肯定是你叫我用别人的画面，那我是跟他讲说，我回去想一想。后来我跟我的团队想一想，大家说那就干脆拍一部嘛。
而且新加坡有很久没有拍这个新兵这种训练了，很多家长也很好奇，我孩子去里面是干什么？是，后来我想想就把这个意见跟他们讲，他们说好吧，既然是 NS45，我们就来配合。然后呢，我就跟他讲说，2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你创意方面不要干涉我，可以吗？他们后来他们回去开了会了，他说好。这次就不干涉你，从你的角度，这次就不干涉你，真的就这样。他说这次我们就让你来发挥，为什么呢？因为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就是国民服役本身啊，如果一直从政府的角度不好看，对不对？那就太说教。他说我们想从民间的角度，那么既然你已经提了，我就说对。他说好，那你看，那我再跟他讲说，那还有另外一个要求，我觉得国民服役很多人不明白它的意义在哪里。每个人都觉得说，哎呀，就当兵嘛，把2年给政府，大家的想法。还有很多人想说，我是把这个2年给政府，他们不了解，不是给政府，他们是给这个国家，对。可是呢，因为大家都是很抽象，每次都讲是 enemy 来了什么 enemy 是什么？没有人知道，什么叫做？大家解读会觉得说，新加坡有可能被攻击吗？对啊，对不对？他说，大家都说，一被攻击了，美国就来帮我们了吗？对不对？都是这种，我觉得是非常幼稚的一种概念。所以我就告诉他们说，你一定要支持我拍一个战争的场面。我说你国民服役来干嘛？就是保卫国家嘛。我说我们要拍一个新加坡陷入战争的场面。他们第一个问题就是问，谁是敌人？非常敏感。敌人就是敌人，敌人是谁？敌人他很敏感。其实我告诉你，这是一个对我来讲也是很大的一个突破。我跟他讲说，谁是敌人不重要。对，我说今天我们不是强调谁是敌人，是我们强调的是我们的保卫、我们的防卫工作做到什么程度。是，然后要新加坡人看到，你以为新加坡不会被攻击吗？对不对？科威特当年不认为他会被攻击，结果他沦陷了。所以我说，这种战争的这种情形有时候是一夜之间的，没有人可以那个对。所以我说他是不是一个什么敌人真的是不重要的。是，就是假设新加坡陷入战争了，那你有看过新加坡陷入战争吗？是。如果你没有看过的话，我觉得让电影先给你看，是好过你现实生活里面看。但我还是要说的，这个战争场面对我来讲，它只是做了30%。我有机会希望能够做到100%，但那个是要很大的资金。可是我觉得我会拍，我跟他们说了，我说我一定要拍真的新加坡进入全面战争的一个场面啊！你看到你最熟悉的，我很期盼啊！我说你新加坡最熟悉的建筑物没了 ，OK？ 你玩耍的那些场面啊，你都没了。OK， 我每次讲到这边，我会有点激动。为什么？我感受得到。因为很好笑的是，其实不好笑的，就是我跟一批老兵，他们 book 了整个 hall 一起来看，他们说他们一边看，他们一边哭。新加坡的老兵就退伍这些老兵，他们看到这个场面，他们在流泪。反正我后来就跟他们谈，他说 Jack，我觉得我这一生呢，贡献给国家我们没有做错的选择。Feeling tired? No, Sergeant. Gentlemen, I know a lot of you know that this is the moment where we present you guys with the letters from your parents. But there's one thing that you guys still don't know, is that a lot of your parents sent the letter to the wrong company. And in Ninja, our practice is to destroy all letters that are wrongly sent. Gentlemen, the pain that you feel right now and that sense of loss from not being able to read your parents' letters
That is nothing compared to if Singapore was really at war and you were to lose your parents, your siblings, your wife, your children. That's why we train.《新兵正传》包含了梁式搞笑和好莱坞式的战争场面，于2012年11月8号在新加坡上映，仅用短短6个星期时间，票房就突破了600万新币。不forget, A country also got Air Force. 3个月后，《新兵正传2》继续保持良好票房势头，最终2部影片共同荣登了新加坡电影史上最卖座的华语电影。我想问一下啊，你的身份里面，在这个媒体界或者是娱乐圈，你有演员的梁志强，有编剧的梁志强，有导演的梁志强，有可能是做整个监制、找钱啊各方面的梁志强啊。你觉得导演的梁志强跟你这个梁志强相处起来，因为我们讲的是李安，像李安呢，他导完戏以后，他会觉得他整个灵魂已经出窍了，有一段时间他会过得像地狱般的生活。他因为在生活里面他没有办法回到那个点，他要等到下一部片子再起航，是，那回家就是炒菜，要不然就失魂落魄，整个人就是不在那个状态里面。那么在准备要导的时候，他会去看一些书，他自己的哲学、人文哲学情怀很重。那你呢？你是怎样的一种状态？我相信很多爱电影的人就很好奇这一部分。其实我感谢李安哦，替我们导演讲了很多话。是，其实很多人不了解的，因为导演这个行业啊，在新加坡不是一般人可以理解。对，而且人家觉得那个是天上的星星，永远做不到。大家都觉得说，导演嘛，大家就说你要票房好啊，你就赚钱了嘛。是，事实上有很多背后的东西大家不知道。然后呢，有很多时候我们是身不由己的。虽然我们有最大的说话权，但是有很多时候你在这个环境里面，你其实是没有说话权的。其实李安说的没错，其实你在拍每一部电影的时候，你必须要把自己丢进去。从那一刻开始写剧本了，你就进入一个世界里面。你进入这个世界里面，是你进入每一个角色的世界里面。今天要写一个妈妈的角色，你要去了解那个妈妈，对不对？《新兵正传》你看到那个 Irene Ang 的那种角色，你要去了解，你做很多 research， 你做很多 research 之后，你会发现有很多种不同类型的妈妈。OK， 我觉得我要这种类型的妈妈，所以我们就进入这个人，所以包括他们讲什么、演什么、什么反应啊，你通通都要知道。你要做那个小孩不笨里面那个很惨的那个国兵，对不对？整天给妈妈打，然后呢，他又很无能为力的那种，你必须要进入他这样的一个阶段，你要去找，你要去问，那么就是每一个角色，作为导演，其实你都要经过，你要体会，那你拍的时候呢，你就会很有感触，好像拍小孩不笨的时候。你真的是一边拍一边哭的，因为每个镜头的一个设定的时候，你就知道，观众看了就会感受得到，好像说他妈妈小不笨里面那个他妈妈就快死了，他已经很努力的在读那个书嘛，他还是考不好，然后他觉得他要报答他妈妈的机会，他都没有机会报答，所以我就写了那个歌给他们，你记得小孩不笨的那首歌，然后所以当我在拍的时候，每一个画面呢，我们都要 feel 得到。我也告诉现在新的导演，我说你 feel 不到，
观众就 feel 不到。是你 feel 得到，观众就 feel 得到。我的辞职都带着明日的讯息，我知道你对我的心意，而我只是有心无力。我还有什么可以给你？我不断地问自己，我不断地想，不断地在找寻。这个新加坡这样的一块土地，提供了你什么样的养分，让你成为？那我更换一句话讲，像张艺谋先生，他是一个从摄影出身，他对色泽，他对画面的感觉很强烈。对，哈。那我们讲李安的话，他本身是一个哲学性、关怀性很强的人。那你就是每一个导演都有一部分是非常强烈的，你是编剧那边比较强烈呢，演员那边比较强烈呢，还是什么来支撑你这个养分？我的吸收养分的一个方法就是好几个阶段了。那不是说突然之间我要，其实呢，它是经过好几年。然后在他拍《小孩不笨》之前呢，至少有2、3年的时间一直在思考新加坡的教育、小孩的辛苦、痛苦、家长。有时平时可能我在跟一些人聊天，他所提供的资料，你就很震撼。还有一些你去跟校长，小孩不笨的时候，我去找了好几个校长。你看到校长有时比较害怕的不敢讲了，有的他真的痛骂这个 system 的，你知道吗？就骂，我是做校长，我很无能为力，你知道吗？你看了你就哇，所以你就发现到哦 ，something is wrong。something is wrong 的话，对于电影来讲，它就是一个最好发挥的一个题材。那么，小孩不笨，它基本上因为它牵涉到很多感情关系，父母的那种内心的挣扎，跟孩子之间的亲子关系等等，它其实变成是一个，你看了好像没什么好讲，事实上大家都内心澎湃。是，你是哇，很多东西讲，而且你已经很多时候是歇斯底里。你看着你的孩子，你在那边哭，你不知道你要怎么办。为什么你就是读不会？为什么隔壁那个人就读会？对不对？这种也是没有答案的，你知道吗？那孩子会看着妈妈也哭，我真的读了，我就是不会。那你要怎么办呢？你是，所以就是说，电影它本身就是有这种它其实拍一部电影就是写一篇论文。我记得以前有几个报记的人跟我讲，他说你就是在写一篇论文，因为我们要做很多很多的资料收集，所以对我来讲，我很感激，就是观众会感受到电影里面的，因为你说他们平常说不出来的话，或者是他们说出来的，你能够把它演得更逼真。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你那段小孩不笨的内容，好吗？我们看。你爸爸 ABC 都写不好，还亲手抄了163封的英文信。你为你爸爸做过些什么？哎呀，我跟你们讲，我们 Normal Deck 做什么好事都是坏事 ，especially 做什么坏事都。于2002年上映的《小孩不笨》是一部社会讽刺喜剧片。影片真实地展现了新加坡教育制度存在的弊病，包括按能力分班、轻视华语等问题，以及存在新加坡人性格中的怕输和功利主义等弱点。整部影片充满人文关怀，也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思。怎么样？被我说中了？你真是无可救药！导演，你现在看这个，看起来现在这么近啊，实际上都是你之前的一些作品。你今天坐这里再看，我觉得你有时候有点像新加坡生活过程里的点点滴滴的一个代言人，又有点像一个整理者。好，你自己看了什么感想？就是我后来是真的很开心，为什么？因为我知道这些情节，然后震撼了很多人，也很多共鸣。
然后你会收到很多朋友的感激你，哦，这些情节，我开始以为是我一厢情愿的，但是你看到这些家长啊、老师啊，小孩不笨，我记得那个时候一放映完了之后，老师走出来流着眼泪跟我说，他说我就是在教 EM3， 我一直以为说 EM3 呢是派我去教 EM3 是一个不好的，然后他就真的握着你的手，紧紧握着你的手，他就哭，他说你让我重新思考我的工作岗位，所以我很高兴。在香港放映的时候也是一样，那些家长啊散场之后都没有人回去，就是还是要问我很多的问题，因为他们还不能够平复那个情绪。梁导，我刚刚从你的谈话里面，我感受到一浪一浪的来哈，太多的感觉。可是我想问你，究竟在你的心中什么是电影？因为你刚才谈到很多东西啊，例如说，有人说过你的电影是很寓言式的，甚至于马来西亚也曾经禁播你的电影，对不对？因为你可能碰触到一些敏感的话题。有人说你是把新加坡人在咖啡厅里、在计程车上、在某一些角落里不满意的声音，透过你的电影有了一次在戏院里很畅快的抒发，或者是 complain， 或者是展现。那么你刚才又提到说，你想让他们看见，其实我们当兵是为了保卫国家，它是有更高的意义，而不是给你2年的时间。从你这些点点滴滴的谈话，我真的很想问你，你心目中的电影是什么？怎么样定义这个电影？我觉得大家都认为电影是一个娱乐，其实基本上电影就是娱乐。从小呢，我就觉得最开心的娱乐就是去看一场电影。可是我觉得电影本身它已经可以在社会上扮演不同的角色。OK，比如说在大陆很早期，他们用电影来作为一个宣导啊。那么其实最近也有发现到，有很多学校有很多人，他们就拿着电影，大家来一起看一部电影。看了之后大家来探讨。是。我个人的一个感觉就是说，如果你在给观众的娱乐的同时，你可以给大家看到他们不了解的、他们不知道的、他们没有发现到的，不管是什么都好。如果你能够传达到这样的一个点，那我觉得这电影本身就是有它的一个意义。我希望观众从戏院走出去的时候，他会说 ，OK。I gain something， 我 gain something， 不管什么都好。是对，所以就是每个人的。但是对我来讲呢，我觉得电影呢，基本上它娱乐还是要第一。那如果你能在娱乐的间中呢放入什么的话，那就自然的，在不经意的都好。美国你看很多它的动画片，它其实传达很多讯息。所以不要说我的电影啊。一定是这样？不是的，其实不是，全世界的电影都是这样，或者是可能说有些人做的太含蓄了，你看不到。是。那我有些时候含蓄看不到。我就是每次会比较担心大家看不到，所以呢我就会比较明显一点点。我希望一般的人都看得到。当然，因此有一般的人呢会很讨厌。你不要把我当傻子。我是很有智慧的，我要用我的方法来理解你的电影。你不要挖公仔挖出钱。但我的角度是，我希望呢，它是一个大众娱乐，所以我们从一个大众娱乐的角度作为出发点。那么梁导，我想一下，讲到媒体啊，说实在的，我们大家都知道了，新加坡人看你的电影会觉得很震撼，而且呢，非常的喜欢。因为那就是他们，你就在拍他们，你就在写他们，通过你的镜头，通过你的智慧。可是你知道，媒体经常也有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甚至有时候觉得说你的东西太本土了，根本就走不出去国外哈，只能够在某一些特定的场合里播放。这对你来讲是一个激励，还是你就是决定要这样做，还是？你觉得他们并不懂，他们不明白你的电影就是要属于新加坡，你并不是那么在乎海外市场的。它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在你内心里你在想什么？其实我这么多年来我也一直在想，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对，因为我拍了快20部电影，说真的，几乎每一部出来都是有
口碑的没有，报章上的口碑通常没有。我讲的是观众，有一些是影评人呢，偶尔呢会给我一点鼓励的啊。是，但是说真的，就是来到一个这个阶段啊，所以我昨天我们有一个训练班，是这个影视训练班，就是教大家拍那个，我就告诉他们说，我说你要当导演，你就要准备被骂的 ，OK。你要有这种心来容纳这些骂，因为你只要想到那是他们的工作，因为他们没有他们的工作就是要他就是要批评你，对，就你很辛苦拍一部戏，他不会理你的。然后呢，他的工作就是讲，然后他就交一份稿上去，所以你要明白这样的一个情形。我们从一个更大的角度来看他们的时候你会感激他们，感激他们什么？就是好吧，至少。有人提起你的电影在报章上，是那可能会是伤害，但是也不要紧，就是没有办法。这个工作的一个我们讲的就是我们的那个方式啊，我们的这个导演的工作的一部分就是要被骂的，当然也有很多人他被称赞，所以。我可能会比较倒霉了，其他的很多的作品都会被称赞的。那我想说 ，OK 的。对我来讲，就是说，每一个不同的导演有从不同的地方获得鼓励。但是我刚才的意思就是说，你的戏如此感人，我们现在再看，其实我不是在大戏院，通过这个小小的影评，我都可以感觉到那种真情，就是你做节目的真心摆进去了。那你难道没有希望说你的演的电影，可以全球都能看，都有一个普世的欣赏美感，或者是说它的市场会比较大？那么梁志强的名字不要只属于我们新加坡，而能够代表我们新加坡走到更多的地方。但是很多人会觉得你东西太本土，无论在市场的推广上面，在这个审美欣赏角度上面，都会面对一些困难。你个人怎么看这件事情？还是你说我不管，我坚持，我就是接下来永远就要做这个很本土的东西？其实我一直都告诉自己，本土已经做了那么多年。其实你有看到我最近的作品，一直都是朝更大的市场是，包括好像马上要上映的《狮神决战》，是，就不同国籍的人看了他们都会觉得说，这个戏我完全是看得明白，因为我们探讨的是动作，探讨到一些男女年轻人之间他们的一些问题。那么这次也是我第一次尝试拍比较感情的，就是有男女爱情的戏，因为在新加坡本土呢爱情戏其实是大家烂的，但是但我们没有办法，为什么？因为说真的，你拍了那么多部电影导演都会尝试不同的题材。别人的试管都可以这样，不知道为什么我不可以。我们是来这里找你们这些 hip hop 单车，看可不可以把你们的 hip hop 跟我们的舞狮结合在一起。这个我没有尝试过不过我可以猜一下。作为梁志强导演的首部青春爱情励志片，于2014年1月上映的电影《狮神决战》，讲述了一群狮管的少年为了赢得舞狮创意比赛而拼搏努力的故事。整部影片青春洋溢，带给观众耳目一新的时尚感。以前的比赛作为续集的《狮神决战之终极决战》，则于同年6月与观众见面。从今天起，不要再叫我们武士了，叫我们 The Lion Man。因为戏里面我们讲那个伟良伟良饰演的这个角色叫 Mikey， 他是一个很自卑的人。其实我告诉你，很多来这种试管的人，他们都很多都很自卑的。是，其实他们为什么自卑？家里的问题很多，但是他们来到那边，他跟他的那个朋友在一起，他觉得朋友的力量给了他自信，因此呢，他觉得大家一起冲去跳桩打鼓出去，哇，他觉得他活了，他存在的意义，他存在。所以你看他们每个人样子，你叫他们不要，就是这种。可是我觉得说戏里面伟良这个角色，他就是这样的一种人，是，包括他喜欢一个女孩子，
他都没有办法跟他开口的那种。他又被最厉害的师兄抢走了那个女孩子，所以他只能够默默的他每天会跟着这个小步行师讲话，他就是很痛苦，而且跟他讲话。有一天，这个就跳出来跟他讲话。这只哦，这只讲话。你看这些没有装，有什么 idea？ 我有个 idea， 帮得了我妹。你听听看我的 love story， 很 Korean drama 的。韩国恋爱啊 ？Excuse me， 请你不要用这种怀疑的语气跟我讲话。这次拿奖的时候，在台上一定要谢谢他，然后他的 system 就会 reboot、restore、reformat。我给坏人抓走了，他们要轮奸我。不要讲到这样了，轮奸！你快来救我！我被坏人抓走了，我看他们会伤害我。看人家讲话多文雅。有些人啊，连女朋友都保护不了。那部戏是不是你拍摄技术层面用的最高，然后也最辛苦的？没有，其实是《尸神决战》。哦，《尸神决战》更复杂。那个它复杂，但是它这个更复杂。那其实每一部片，就是现在工作人员都知道，他说你拍梁导的片，你就是准备跟他一起很辛苦的走过，但是没有办法，因为我已经跟他们讲了，比如说《尸神决战》，你看他的辛苦在哪里？你要把那个不会舞狮的人是放在梅花桩上面。哦，那个很危险。你要把他们，他们要演的，他们很会跳，其实他们是屁滚尿流的，他们是带着那种每个都很害怕。那么吊钢线其实是很容易受伤，都受伤，还要翻。所以他那个特技那个马玉成就燕燕的老公老马玉成呢。他说：“导演，你其实在拍一部很大的片，这个片这种片呢，在香港是大片来的。”他说：“我怎么会上你的当来这边？”他说：“你知道吗？多复杂！我吊个武侠片呢，我就是绑个钢线，嗡就飞上去了。对。可是你的狮子是吗？我吊这个人我还要吊那个狮子。是。对，他就是要好多人一起吊，他就是人吊上去，又不是一个人是2个人，要吊2个人，还要吊狮头，因为一上狮头要跟着上你如果没有吊狮头，狮头会掉出来。”所以他说这么复杂，还要做翻滚什么？但是这次的《尸神决战》，你觉得有哪一场镜头或哪一个，你觉得自己真的看了你都觉得，哇，我真的拍得好好啊？我一直都不敢说自己拍得好，但是我呢觉得说，有一些场面我觉得观众走进来，他知道梁导演给他的一个承诺就是，你进来我不是欺骗你进来的，是。但是是不是最好？因为还有很多人，有很多高手，他们有很多不同。但是我的感觉就是说，我拿良心拍片就对了。我每次都说，我就是拿着良心，你们进来看，但是可能还是会有一些你不满意的嘛。但是呢，我告诉我自己，我要摆在台面给你们看的时候，我告诉我自己，我已经过了这一关。是有些人可以在这个状况底下就想，哇，那我就要大荧幕，可能去好像刘德华这样演戏很好，就去演电影演什么。可是你会选择导演，你会选择作为一个，就是以后梁志强就成为一个导演的代名词了。我其实没有想那么多，当时只是说你已经知道这些，然后当你要来，当你想做一个东西，做一个好的一个节目给大家看，你会很不经意的，就是在告诉大家这个原来这个就叫做导演了，你明白是吗？当时我们不知道，我们只是给播，这个，我们来给你改一下，那个灯光你可不可以？那个道具你已经在进入导演的工作，对。可是我们没有受过这个训练，我们不知道对。那大家就是就做，原来这个是叫做导演，所以很自然的，就是坦白讲，你刚才说我的节目如日中天的时候才进入电影，不是？其实那个时候是已经到瓶颈了。我们看是如日中天呢，因为那个梁细妹一直在演的时候，我们已经开始瓶颈了。然后我已经跟整个梁家班就说，我们已经来到瓶颈了，我们不想别的东西我们真的因为电视一垮，我们全部人就解散了。是，所以大家就说，要不然我就告诉他们说，要不然我们就试试看做一个电影啦。但是没钱的大家要不要？他说好来玩，就是没有钱的，就是因为我们没有什么条件去跟人家拿钱嘛。是，就找到一间公司，他们愿意做，我来帮忙写了之后呢，大家来演，
大家的目的很简单的，你知道吗？就是说我要在荧幕上看到我的大脸在那，就是这么简单而已。然后呢，OK， 当时那种热忱。可是当时我也不敢导，所以你看第一部片不是我导演，因为我还没有信心啊。当时我真的没有想过什么叫导演的，就是说，哎呀，梁家班能够演一部电影呢，我觉得就已经是一个卖点了啊。是。然后就找了一个好朋友啊，就德禄来帮忙我们拍，让我们编剧。就是这样，就意外的踏入了电影圈。也真的是意外的，那部电影呢奠定了新加坡电影的一个最好的一个基础。因为大家都觉得说新加坡这个市场太小了，不可能拍电影，所以你看，从来没有人想过新加坡可以拍电影。正啊，以后飞机跟轮船经过新加坡也要给 ERP， 你相信吗？不可能啦！不可能，新加坡有什么东西是不可能的？以前又说不可以开赌馆，现在一开就开2间，哎，哪里都有 ERP， 逼到没有路走。你看。无论在什么时期，梁志强的电影总能被贴上最卖座的标签。于1998年上映的《钱不够用》，以及10年后的《钱不够用2》，都刷新过当时的票房纪录。影片《钱不够用1》和2》是反映社会民情、写实的电影，利用真实的事件为观众献上一幕幕既令人捧腹大笑，又感同身受的连场好戏。但是导演，我们可不可以这样想？如果说我们把这个市场想成是全球，或许我们可以找到资金是投资，好像你那个爆破场面，可能不一定只是用那么一点点钱拍，只做到30%，说明我可以拿更多的钱做到100%，也不一定，对不对？但是你把市场看到全球嘛，本来就是这个意思。只是因为那个导演是梁志强嘛，那。李安也是台湾的导演啊，他拍一个全球看的电影，梁志强也可以拍一个全球看的电影，对不对？但是这个过程就是你要看人家怎么给你机会了，而且就是说自己本身的心态上的调整很重要，因为说真的，就是说你要突然间进去一个大市场你看李安他挨了6年。他才有机会拍一个很大的一个电影。当时也是拍台湾那个给他的一个基金会一个赞助的才来拍这个。当然他除非我真的就好像他这样，你要拍人家的电影，你一定要到人家地方住，你不可能说我在新加坡我拍一个美国电影，美国人也不可能来新加坡拍一个电影，让新加坡人可以体会得到，那是没有办法。那你将来会不会想用，例如说我们假定了用一个假设题来看一个可能性？如果说今天章子怡啊，或者是梁朝伟啊，甚至于像刘德华他们来拍梁导的电影，你会给他们怎么样的一种发挥机会？首先呢，如果他们要来演我的电影的时候，那应该是我的剧本吸引了他们，是因为在这层关系上就是复杂在这个地方，不是你有钱他就来跟你演，对，因为他喜欢那个剧本。他首先剧本帮得到他吗？还有你的市场，所以你今天只能够到大陆或者是去到好莱坞，你才说我有这样，他们才来。而且他们太多选择了，这就是我们本土的商业片你要在朝国际的一个市场上的时候，所面对最大的问题。但是呢，我觉得它是一个渐进式。怎么渐进式？因为你有很多地底下的那个工作要做好。首先最重要的就是我真的要去那边住。如果你今天要去拍一部，你要从新加坡做出发我觉得有点辛苦，有点辛苦。你必须要在一个他们的大环境，最好能够有他们的大公司一起来参与，然后呢，你才有办法。否则你在这边想一个很大的题材，因为你就是在新加坡嘛，然后呢，人家说你有什么资源没有？因为你发行网一没有的话，你基本上就什么都不用讲了。梁导，我最后问你一个问题你的导演生涯，这个导演带给梁志强这个人，什么样的收获？因为我们有导演梁志强嘛，导演梁志强带给了梁志强什么样的一个收获？他让我会更关心社会每一件事情，关心每一个人。你说我是要找关心是为了我的电影也好，但我就想说，关心是为了我的电影，但因为我的电影会变成是一个作品，一个管道，接触到更广大的一个层面。不管是最低的、最中的、最高的，我觉得都能够影响到这批人。所以我觉得说，当这个电影导演、编剧，I am proud of myself。我也会持续做这个事情，尽管呢，在最辛苦的时候，
我还是继续的做。好，我希望有一天，我们新加坡的梁志强导演可以以全球作为一个战略中心，拍出我们新加坡人还有全球人都喜欢看的电影。谢谢梁导，谢谢你，谢谢，谢谢。力的呼声，让你的生活更美好。